Hello， 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近日，有网友就一位素人博主的事情展开了热议。有声音提到，该素人博主疑似欺骗网友，并以所谓众筹的方式非法集资40万后跑路。据网友透露，这位名叫午夜南瓜的素人博主曾一度因为227事件与肖战及其工作室之间的官司案例被热议，而在维持了近半年的关注后，午夜南瓜于近日突然删除掉了自己之前所发的相关动态。目前虽然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位午夜南瓜有卷款潜逃的说法，但一位名叫富贵的知情人也于近日发文称其应该是要跑路了，同时他还劝那些为午夜南瓜众筹的网友及时维权。随后富贵再次发文称自己熟悉相关流程，若是按照午夜南瓜在4月底起诉肖战工作室的说法来看，时至今日应该也走到强制开庭的流程了，但就是这样的情况，目前相关案件并没有出现，因此富贵也是猜测午夜南瓜应该只是口嗨欺骗了大众。而除了富贵之外，疑似另一位知情人秦朝也有发文，算是侧面实锤了午夜南瓜跑路的事实。目前诸多网友也是对此事纷纷展开了热议，有网友认为被骗钱的网友应该自己承担责任，但也有网友觉得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小孩，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应该获得外界的帮助。其实说起这件事的始末呢，虽然看似复杂，但其中的缘由啥的蛮讽刺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在227事件爆发之后，肖战及其工作室一度遭到诸多网友和其他行业粉丝的集体围剿，而当时这位午夜南瓜作为某视频区的博主，也以科普的方式录制视频，向其他不明真相的网友展示了前因后果。而与此同时，午夜南瓜还另外发布了关于肖战粉丝群方面的指责，认为肖战粉丝群体有刻意引导某方面的举动。而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入场，午夜南瓜的视频内容也是一度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馈，其中肖战工作室更是直接在微博发布声明，并表示要将近日抹黑肖战的3个网友告上法庭，而其中一个就是午夜南瓜。由于肖战工作室的态度十分明确，加上诸多肖战粉丝也因此是一度愤怒不已。随后午夜南瓜的社交平台账号遭到肖战粉丝的爆破，很多粉丝也是追着午夜南瓜开骂。不过午夜南瓜对肖战工作室的上诉声明倒是一点都没有害怕，随后午夜南瓜也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反告肖战工作室，并且午夜南瓜还强调自己被肖战工作室引导路人网暴。正是因为午夜南瓜的这一系列操作，在很多网友眼里属于正面刚的态度，随后午夜南瓜获得其他网友的力挺，甚至一度有声音表示愿意以众筹的方式帮助午夜南瓜来回击肖战工作室。而且加上后续午夜南瓜声称被肖战工作室步步紧逼，渐渐的午夜南瓜也是以超预算的方式顺理成章表示自己开通众筹通道，让网友支援他与肖战工作室打官司。同时午夜南瓜还扬言要与傲慢无礼的资本不共戴天。就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网友被号召，没用多长时间，午夜南瓜就以众筹的方式募集到了超过40万的金额。随后午夜南瓜表示金额已经足够，并关闭了捐赠通道。后来一段时间里，午夜南瓜也是时不时发布动态与网友互动，并在5月初表示自己已经跟进了相关法律流程和案情，但他也以保密等理由拒绝了公示。期间午夜南瓜也多次发布视频说看上去似乎一直在应对与肖战工作室的诉讼流程。不过事情过去了好几个月，也确实如这次出面发声的知情人所说一样，倘若午夜南瓜真的早在当时就已经起诉肖战工作室，那么按照时间来说，显然也不可能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反响。况且作为与午夜南瓜一直有联系的他们，显然也并不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出面实锤午夜南瓜已经跑路。午夜南瓜与肖战及其工作室的这件事从开始到现在，午夜南瓜虽然只是以众筹的方式获得网友无条件的支持，但若是出发点有疑心，
这或许也算是涉及到了非法集资的层面。当然，不管此事的结果如何，至少从原则来说，这都是不值得推崇的。而在这件事之外，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擦亮眼睛，谨慎行事。作为公众人物，明星需要超强的抗打击能力，在众人追捧之时莫忘初心，记得时刻警醒自己，被万人唾弃深陷低谷之际，要懂得给自己希望，莫自暴自弃。肖战就做到了这一点，可取可直，外面世界嘈杂，独留自我平静。2019年，肖战猛闯娱乐圈蹿红，2020他便成为众多网友集体网暴的对象。227事件影响深远，至今都被一些人深扒不放。肖战过往黑料被挖个干净，他连续多月深陷舆论。可以说2020年肖战是在夹缝中生存，亦是被迫成，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潮声，偶像失格成为标签，做回应被挑刺，不做声又是错，可谓进退两难。肖战前后处境之差，犹如天堂跌落地狱，无数明星引以为戒，甚至过来踩上几脚，令人唏嘘。好在肖战没放弃自己，默默低调成长，力求做公益事业，引导粉丝，感染人心，以作品赢得话语权。欣慰的是，他做到了新曲光点冲出圈，以25480000销量创造发行24小时内销售最快的数字专辑，得到外媒的关注，甚至光荣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振奋人心的荣誉，是肖战给自己交的一份满意答卷，让过去几个月辛苦追星的粉丝感动不已。肖战的光点这首歌曲作品被人认可，躲在角落里沉淀许久的肖战终于再次迎来自己的星光时刻，真是可喜可贺。这条新闻没预热没宣传，直接空降，让肖战粉激动坏了。大家力求与偶像一起变得更好，而歌手肖战的身份更加坐实。作为明星，作品被认可才是最有意义的事，肖战应该感谢难过时咬牙坚持的自己。当然了，对肖战无感的人依旧不少，不乏有人吐槽破世界纪录的数据造假，那是他们不知这首歌现在有多火吧。从数据来看，不仅粉丝支持偶像买了正版内容，而且肖战的新歌多被用于短视频配乐，如今在某视频平台上经常能够听到光点，总让人心暖的。值得一提的是，肖战的新歌已被多家官媒启用当作视频背景音乐，用以宣传正能量故事，这无疑是官媒对他的认可。即便是路人网友也觉得肖战的新歌很好听，甘心为他买单，夸赞他是一位有实力的小哥哥。所以说，从歌曲影响力以及传唱度分析，就可知肖战数据造假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7月8日，检察日报的一条新闻动态引起众网友关注。官媒针对网络乱象发文，强调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强化自净。个别执黑线上教唆线下聚集，此次检察日报强硬发声提醒，且谴责网络乱象，获网友纷纷支持，一些破坏网络环境的媒体号予以封停关，实在是大快人心。官媒发声后，肖战粉高度重视并开心宣传。要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内，肖战可谓被黑得体无完肤，粉丝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为偶像招黑。之前，检察日报却有针对肖战227事件以及教师带领学生应援明星等事件进行解读，评价是非曲直，也曾明确指出肖战与粉丝要负责。但是这并不代表官媒完全不认可肖战，人家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却被一些人曲解意思，顺而更多人对肖战恶语相加。如今算是检察日报正式回应澄清此事，而且之前有违规账号被封停，一些人指责是肖战团队所为，如今官媒特意报道部分账号因违规被封停，疑似是攻击国家机关、国家媒体，这下肖战总算是清白了。对于他而言，这两件事可谓是双喜临门，作品被认可值得欢喜。官媒发声警示那些危害网络健康的人，或多或少会有影响力，今后黑子变少，肖战就轻松多了。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肖战被迫成长有苦有泪，但被舆论声灌溉几月，他再次站起来将更加闪耀，曾经的顶流哪那么容易糊掉，感谢磨难让他变得更坚强。另外，通过一件件事后，肖战反而以正能量形象回归众人视野，还有了实力派歌手的标签，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肖战虽属流量派，但他也兼具实力，只是成名速度太快又过于，所以许多人一时间难以接受他。其实，如果你了解过肖战后，就会发现他在上学时就很优秀，一路走来也踏实稳重，宣扬正能量，是个很棒的大男孩。总而言之，生活中我们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可以营造更健康的网络环境，也希望在未来，肖战可以坚定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据悉，由肖战和杨紫组成的浪漫剧《余生，请多指教》已经敲定，这是好消息给肖战、杨紫粉丝和喜欢这部小说的粉丝。毕竟从年初开始，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很多人认为该剧最早要到才能播出，现在提前了3个月，这也算是提前解决了粉丝们的相思病。